婆婆总劝我善良积德，车胎被扎，她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忍了，换来的是变本加厉的欺辱。家门口被扔狗屎，她说忍一时风平浪静，我被车撞断肋骨，她说你有医保，别计较。女儿被霸凌，她说孩子小，别较真，换来的是她被人推下楼的闷响。当我抱着女儿冰冷的身体崩溃痛哭，她竟还掰开我攥紧的拳头，说生死有命，骂人会损阴德。那一刻，我终于明白，她的善良是刀，她的积德是咒。于是，我亲手送他们下了地狱。再睁开眼，我回到了车胎被扎的那天。这一次，我要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报应不爽。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暴雨如注，我站在车库门口，雨水顺着屋檐砸在地上，溅起的水花打湿了我的裤脚，4个轮胎全部瘪了下去，在灰暗的光线下像4张咧开的嘲笑的大嘴。舒瑶啊，这是怎么了？婆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那把故作温和的嗓子让我后背一紧。我慢慢转身，看着这个前世间皆害死我女儿的女人。她穿着那件熟悉的藏青色外套，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脸上的皱纹里夹着刻意堆出的担忧。轮胎被人扎了，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可怕。婆婆走近几步，装模作样地看了看，然后叹了口气，作孽啊。不过舒瑶，咱们做人要善良积德，说不定人家有什么难处呢。我盯着她那张虚伪的脸，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就是这个人，一次次用善良当借口，让我忍气吞声，直到唐宝从幼稚园的楼梯上被推下来，后脑勺磕在台阶边缘。妈说的对，我扯出一个笑容，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反正有保险，算了吧。婆婆满意的点头，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这才对嘛。得饶人处且饶人，积德行善总会有好报的。我看着他转身离去的背影，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善良，好报，前世我信了这套鬼话，结果换来的是女儿的尸体和凶手的逍遥法外。等婆婆的身影消失在雨幕中，我立刻拨通了物业经理的电话。葛经理，我要查车库监控。这个，葛经理有些犹豫。温太太，你婆婆刚才特意打电话来说不用查了。我冷笑一声，被扎的是我的车，损失的是我的钱。半小时内我要看到监控录影，否则就报警处理。20分钟后，我在物业办公室的电脑荧幕上清楚地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是伟成，社区里有名的混混，婆婆牌友的儿子。他鬼鬼祟祟地蹲在我的车旁，动作娴熟地扎破了4个轮胎。报警，我简短地说。葛经理擦了擦汗，温太太，施伟成他妈和你婆婆关系不错，要不先私下解决。我拿起手机直接拨了110，喂，我要报案。挂断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越来越大的雨势，这才只是开始。婆婆，前世你教我善良，今生我教你什么叫报应。远景来取证时，婆婆急匆匆地赶来了，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慌乱。舒瑶，你这是干什么？她压低声音，手指紧紧攥着我的胳膊。小诗还是个孩子，你这一报警，她前途就毁了。我轻轻拨开她的手，妈，你不是说善有善报吗？她做坏事受惩罚，这就是善报。婆婆的脸色变得难看，那双平时慈祥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熟悉的阴冷，但当着远景的面，她只能强撑着笑脸，警官同志，
这都是误会。不是误会。我打断他，递上手机里的视频证据。这是故意毁坏财物，我要追究到底。婆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她终于意识到，这一次，她的善良教育失效了。远景带走施伟成的那一刻，婆婆抓住我的手腕质问：舒瑶，你疯了吗？小施才20出头，你这一报警，她这辈子就完了。我慢慢抽回手，看着她那张虚伪的脸，20岁不小了，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婆婆的眼睛瞪得溜圆，嘴唇颤抖着，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一点小事就毁人前程，你还有没有良心？我冷笑一声，我的良心被狗吃了，就是你养的那条。婆婆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她大概从没想过，一向温顺的儿媳会这样顶撞她。好，很好。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脸上的表情从震惊转为阴冷。我倒要看看，俊儿回来会怎么说。我转身走向电梯，不再理会她在身后的叫嚷。温俊会怎么说？我太清楚了，前世每一次冲突，他都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他母亲那边，用那种无奈又责备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靠在冰冷的金属壁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这才只是开始。温俊比平时早回来了2小时。我坐在客厅里，听着他用钥匙开门的声音，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舒瑶，他冲进客厅，领带歪斜，额头上还有汗珠。妈说你报警把施伟成抓了，怎么回事？我放下手中的书，抬头看他，他扎了我的车胎。人证物证俱在。温俊皱起眉头，那张曾经让我心动的脸上写满了不赞同。就这点小事，至于报警吗？妈说施阿姨都快哭晕过去了。小事。我站起身，直视她的眼睛。4个轮胎全报废了，换新要6000多，这叫小事？不是有保险吗？温俊烦躁地扯开领带。再说了，施伟成是施阿姨的独子，你这样做，让妈以后在社区里怎么做人？我几乎要笑出声。又是这样，永远先考虑他母亲的面子，而不是我的感受。温俊，我一字一顿地说，你搞清楚，做错事的是施伟成，不是我。你妈的面子重要，我的权益就可以随便牺牲。我不是这个意思。温俊的声音低了下去，眼神飘忽，这是他一贯逃避问题的表现。那你是什么意思？我逼问道。每次你妈无理取闹，你都要我忍让。上次她擅自把唐宝的头发剪了，你说老人高兴就好。上次她把我收藏的茶具送人，你说她不懂价值。这次车胎被扎，你又要我忍。温俊的脸色变得难看。妈年纪大了，你就不能让着她点？让？我冷笑。我让的还不够多吗？从结婚到现在，我让出了自己的事业，让出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现在连基本尊严都要让，你简直不可理喻。温俊突然提高了声音，妈对你那么好，你居然这样说她。我看着他长红的脸，突然感到一阵疲惫。这就是我前世爱过的男人，永远看不清他母亲温柔表象下的控制欲。对你妈好点。我轻声说。那谁对我好点？温俊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反问。就在这时，门铃响了，婆婆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脸上挂着慈祥的笑容，仿佛下午的冲突从未发生过。俊儿，舒瑶。我炖了鸡汤，趁热喝。她熟门熟路地走进来，把保温桶放在餐桌上，然后关切地看着我。舒瑶啊，下午是妈太着急了，说话重了点，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有动，冷眼看着她表演。温俊却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立刻迎上去，妈，你别这样，舒瑶也有不对的地方。哎呀，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婆婆拍拍儿子的手，然后转向我，舒瑶，施阿姨刚给我打电话，说小程知道错了，愿意赔偿所有损失，你看能不能撤案？我看着她期待的眼神，慢慢摇头，不可能。婆婆的笑容僵在脸上。温俊立刻插话，舒瑶，妈都这样低声下气了，你还要怎样？我要公正。我平静地说，做错事就该付出代价，这不是你常教导唐宝的吗？婆婆的脸色变了，那双总是笑眯眯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冷。舒瑶，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这么绝情，以后在社区里，我不在乎。我打断她，比起虚伪的和气，我更想要真实的公道。婆婆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她转向温俊，声音突然带上了哭腔，俊儿，你看看，这就是你娶的好媳妇。温俊左右畏难地站在那里，眼神在我和他母亲之间游移，最终他还是走向了婆婆，轻轻揽住她的肩膀，妈，你别生气，舒瑶今天心情不好。我转身走进卧室，重重关上门，门外传来婆婆刻意压低的啜泣声和温俊的安慰声。第二天一早，我送唐宝去幼稚园后，直接去了物业办公室。葛经理，我要调取最近1周社区所有公共区域的监控。我递上一个 U 盘，特别是施伟成经常出没的地方。葛经理面露难色，温太太，这不太合规矩吧？我微微一笑，那我只能向业委会反映。物业对业主财产安全漠不关心了。半小时后，我拿到了所有需要的视频资料。回到家，我花了整整1天时间查看监控，终于找到了施伟成多次破坏他人财物的证据。他不仅扎过我的车胎，还划伤过3辆私家车，砸坏过社区健身器材。我把这些视频剪辑整理好，匿名发到了社区业主群。不到1小时，群里炸开了锅。施伟成从一时糊涂的年轻人变成了人人喊打的社区公害。施阿姨在群里哭诉儿子只是一时顽皮，却被其他业主的声讨淹没。婆婆的电话很快打了过来，舒瑶，是不是你干的？我故作惊讶，妈，你在说什么？别装了。她声音尖利。施阿姨说群里那些视频只有物业才有，肯定是你。哦，我慢条斯理地说，你怎么知道是物业流出的？难道施伟成做那些事，你早就知道？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了，我几乎能想象婆婆那张长红的脸。你血口喷人。她终于憋出一句，然后重重挂断了电话。晚上温俊回来时，脸色阴沉的可怕。舒瑶，他一进门就质问我，你喂食魔药那样对吗？他气得血压都高了。我头也不抬地继续看我的书，我对他做什么了？你还装？温俊一把抢过我的书，妈说你在业主群散布谣言，害得他在社区里抬不起头来。我抬头看他，眼神冰冷。第一，我没有散布谣言，那些视频都是真的。第二，你怎么不问问你妈？为什么对施伟成的恶行视而不见？温俊被我问住了，半晌才憋出一句，妈年纪大了，思想老派，觉得年轻人犯错可以原谅，原谅是受害者的权利，不是旁观者的施舍。我站起身，直视他的眼睛，温俊，你听好了，从今往后，我不会再忍气吞声。你妈要是还想在这个家有一席之地，就学会尊重我的底线。温俊震惊地看着我，好像第一次认识我一样。我没有再说话，转身进了卧室，留下他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发呆。从门缝里，我看到他慢慢滑坐在沙发上，双手抱头。这个懦弱的男人，终于开始意识到，
他再也不能用和稀泥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平了。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和力量。婆婆装病的速度比我预想的还要快。第二天一早，温俊就接到了他母亲的电话，说是一夜没睡好，头晕目眩，血压飙升。我冷眼旁观丈夫手忙脚乱地穿衣服，领带都系反了。舒瑶，妈不舒服，我得去看看。温俊的语气里带着责备，好像是我害得他母亲生病一样。去吧。我头也不抬地继续切着水果，记得问问医生，是不是装病也会引起血压升高。温俊的动作顿了一下，脸色变得难看。你怎么能这么说？妈是真的不舒服。我没有接话，只是把切好的水果装进糖宝的午餐盒。温俊摔门而去的声音惊动了正在看电视的糖宝。小女孩怯生生地走到厨房门口，妈妈，爸爸生气了。我蹲下身，平视着女儿清澈的眼睛，爸爸只是担心奶奶。来，把午餐盒放进书包里。送糖宝去幼稚园后，我直接去了电子城，买了一套微型摄像头。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社区里几个平时和婆婆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太太对我指指点点，看来婆婆已经开始散布我不孝顺的言论了。到家门口，一股恶臭扑面而来，我低头一看，一坨狗屎正端端正正地摆在我家门垫上，旁边还有几个凌乱的小脚印。我冷笑一声，拿出手机拍下照片和视频，然后小心地绕过那坨秽物，开门进屋。刚放下包，电话就响了。舒瑶，医生说妈需要住院观察2天。温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背景音里还能听到婆婆虚弱的呻吟。你今天能不能带糖宝来看看妈？她一直念叨着孙女。没空，我干脆地拒绝。糖宝今天有舞蹈课，你就不能请一次假吗？温俊的声音提高了。妈现在躺在医院里，你就这点孝心都没有。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几个玩耍的孩子。温俊，你妈生病我很遗憾，但糖宝的课程很重要。况且，我顿了读，你确定你妈是真的病了，还是只是想要博取同情？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是温俊压抑着怒火的声音，严舒瑶，你太过分了。挂断电话，我开始安装刚买的摄像头，一个装在门框上方，正对门口，一个装在客厅的吊灯上，可以俯瞰整个客厅，还有一个微型摄像头。我把它藏在了玄关的花瓶里。刚装完没多久，门铃响了。透过猫眼，我看到是楼下张阿姨的孙子，一个7、8岁的小男孩。阿姨，奶奶让我来问问，你家门口的狗屎要不要帮忙清理？小男孩眨着眼睛，一脸天真。我微笑着摇头，不用了，谢谢。对了，小朋友，能告诉阿姨是谁让你把狗屎放在我家门口的吗？小男孩的脸色变了，眼神闪烁，没有谁，是狗狗自己拉的。是吗？我拿出手机，调出门前监控拍到的画面。那这个带着小朋友在我家门口放狗屎的人，是你奶奶吗？画面里清晰地显示，婆婆的排油里阿姨牵着小男孩的手，指使他把一袋狗屎倒在我家门口。小男孩的脸色刷得白了，转身就跑。我没有追，只是把这段视频保存好，又多了一条证据。晚上温俊回来时，脸色阴沉得像暴雨前的天空。他看了一眼已经被清理干净的门店，冷哼一声，妈说的没错，你现在是越来越没人情味了。我正坐在沙发上看书，头也不抬地问，你妈又说我什么了？说你不孝顺，不尊重长辈，还教唆糖宝疏远他。温俊扯下领带，重重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舒瑶，我们得谈谈。我合上书，平静地看着他，谈什么？他
谈我怎么不孝顺你那个满嘴谎言，指使别人在我家门口倒狗屎的母亲。温俊的表情凝固了，你胡说什么？妈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我拿出手机，调出2段视频，一段是李阿姨带着小男孩放狗屎的画面，另一段是下午我在社区花园偶遇李阿姨时录下的对话。是温姐让我这么做的。视频里的李阿姨一脸尴尬，她说要给舒瑶一点教训，让她知道不尊重长辈的后果。温俊的脸色变得惨白，这不可能，不可能。我冷笑一声，温俊，你母亲是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其实很清楚，只是你不敢承认罢了。温俊的双手开始发抖，他盯着手机荧幕，好像要看穿一个洞。妈，他不会这样的，他一直这样。我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只是以前我选择忍让，现在我不忍了。温俊猛地站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困兽。我能看出他在挣扎，一边是养育他的母亲，一边是不可辩驳的事实。最终，他还是选择了那条熟悉的路，逃避。我累了，这事明天再说。他转身进了浴室，把问题连同证据一起关在了门外。我看着紧闭的浴室门，心里一片冰凉。第二天一早，我发现温俊彻夜未归，只在微信上留了条资讯说在医院陪护。我无所谓地划掉通知，叫醒唐宝，准备送他去幼稚园。刚打开门，就看到婆婆站在门口，手里拎着早餐，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她看上去精神抖擞，哪像刚出院的病人。舒瑶啊，我买了小笼包，趁热。她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手机上，声音戛然而止。我正播放着她指使李阿姨放狗屎的视频。婆婆的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挤出一个僵硬的笑。这是误会，误会。我把手机放回口袋，牵着唐宝绕过她。我警告你，再敢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我会让全社区都知道你的真面目。婆婆像被雷劈中一样僵在原地。妈妈，奶奶生气了吗？电梯里，唐宝小声问我。我蹲下身，整理女儿的衣领。唐宝，如果有人欺负你，你会怎么做？唐宝歪着头想了想，告诉老师和妈妈。对，我亲了亲他的额头。永远不要因为害怕而保持沉默，这才是好孩子。送完唐宝，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婆婆常去的麻将馆。我知道这个点她一定在那里，向她的牌友们哭诉儿媳多么不孝顺。果然，刚走到包间门口，就听到婆婆尖细的声音。那个严舒瑶啊，真是家门不幸。我昨天住院她都不来看一眼，还教唆我孙女不理我。我推门而入，包间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4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其中就有李阿姨心虚的目光。各位阿姨好。我微笑着走到麻将桌前，拿出手机，我是来给温阿姨送东西的。婆婆警惕地看着我，什么东西？我把那段狗屎视频投屏到包间的大电视上，婆婆的脸瞬间变得惨白。温阿姨，你要是再敢在背后搞小动作，或者教唆唐宝忍让欺负她的人，我俯身在她耳边轻声说，下次这段视频就会出现在社区业主群里，配上详细的文字说明。婆婆的手开始发抖，麻将牌从她指尖滑落，砸在桌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直起身，对目瞪口呆的其他3位阿姨点点头，打扰了，祝各位玩得愉快。走出麻将馆，阳光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回到家，我发现温俊坐在客厅里，眼下挂着2个浓重的黑眼圈。你去威胁妈了？他劈头就问。我放下包，给自己倒了杯水。我只是告诉他，做坏事要承担后果。温俊猛地站起来，他刚出院，你就不能体谅一下老人家的心情吗？体谅？
我放下水杯，直视他的眼睛。温俊，你搞清楚，是你母亲一直在找我的麻烦。从扎车胎到门口放狗屎，哪一件是我挑起的？温俊张了张嘴，却说不出反驳的话。他的肩膀垮了下来，声音里带着疲惫。舒瑶，我们能不能别闹了？妈年纪大了，你就让着她点不行吗？又是这句话。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温俊，我给你2个选择，要么站在我这边，明确告诉你母亲她的行为不可接受，要么我们离婚，你继续当你妈的乖儿子。温俊像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在原地，他大概从没想过我会提出离婚。你疯了，他喃喃道。我很清醒，我平静地说，清醒地知道我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唐宝不受你母亲的毒害。温俊的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最终，他转身走进卧室，重重关上了门。婆婆消停了几天，至少表面上如此，但我很清楚，她只是在等待时机。周五下午，我照例去幼稚园接唐宝，远远就看到女儿一个人坐在秋千上，其他小朋友都在滑梯那边嬉戏打闹。唐宝，我喊了一声，女儿抬起头，眼睛一亮，跳下秋千朝我跑来，但她的动作有些别扭，右腿似乎不太敢用力。宝贝，腿怎么了？我蹲下身检查，唐宝的眼神闪烁了一下，没石磨，自己摔的。我皱起眉头，轻轻卷起他的裤腿，膝盖上有一大片淤青，周围还有几个指甲大小的圆形伤痕，明显是被掐出来的。这是怎么弄的？我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唐宝低下头，小声道，明明说我荡秋千太久了，把我推下来，然后掐我。我的血液瞬间凝固，明明就是前世把唐宝推下楼的那个男孩，没想到这么早就开始欺负他了。老师知道吗？唐宝点点头，又摇摇头，逗老师说明明不是故意的，让我不要计较。我强压怒火，牵着女儿的手找到班主任窦春兰。这个40多岁的女人正在整理教具，看到唐宝腿上的伤，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窦老师，我女儿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我直接问道。窦春兰推了推眼镜，这个啊，小朋友之间的小打闹而已。唐宝荡秋千时间太长了，明明想玩，不小心推了他一下。不小心，我指着那些明显的掐痕，这也是不小心。窦春兰的表情僵了一下，台太太，你别太紧张，小孩子下手莫轻重，明明其实是个很善良的孩子，善良的孩子会故意掐人。我打断他，窦老师，我希望园方能严肃处理这件事，否则我会向教育局投诉。窦春兰的脸色变了，你这是不是反应过度了？小孩子之间，我的反应很适度。我冷冷地说，明天我会带唐宝去做伤情鉴定，希望园方准备好书面说明。离开幼稚园，我直接带唐宝去了医院。医生确认那些淤青和掐痕是人为造成的，开了验伤单。回到家，温俊难得的准时下班了，看到唐宝腿上的伤，他惊讶地问怎么回事。被同学推倒掐的。我简短地说，幼稚园老师不作为。温俊皱起眉头，男孩子调皮很正常，你别太小题大做。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女儿被欺负了。你说这是小题大做？我不是这个意思。温俊尴尬地看了唐宝一眼。我是说，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没必要上纲上线。爸爸，好疼的。唐宝突然小声说，眼睛里噙着泪水。温俊愣了一下，蹲下身查看女儿的伤势，表情终于有了些变化。这确实有点严重，明天我去幼稚园处理。
我抱起唐宝，你最好也请假一起去。温俊犹豫了一下，明天有个重要会议。随便你。我懒得再跟他废话，带着唐宝去洗澡。晚上，我刚哄睡唐宝，门铃响了。透过猫眼，我看到婆婆站在门外，手里拎着一袋水果。唐宝睡了吗？她一进门就压低声音问。我听说孩子在学校受欺负了。我警惕地看着她，你怎么知道的？俊儿告诉我的。婆婆把水果放在桌上，脸上堆满虚假的关切。孩子没事吧？膝盖大片淤青，还有掐痕。我冷冷地说，不过你儿子觉得这是小孩子打闹，不必在意。婆婆叹了口气，舒瑶儿，不是我说你，男孩子调皮是天性，你这么大惊小怪，以后唐宝在学校更会被孤立。我简直要气笑了，所以你的建议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婆婆一脸慈祥，唐宝要学会与人相处，不能太娇气。你明天去幼稚园，好好跟老师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道歉？我打断他，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孙女被欺负，你让我去道歉？婆婆的脸色沉了下来，你怎么说话的？我是为唐宝好，女孩子要温柔善良，不能斤斤计较。善良？我冷笑一声，就像你教我要善良，结果唐宝前世被那个小畜生推下楼摔死。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婆婆一脸茫然，什么前世？舒瑶，你在说什么？没石磨。我迅速调整情绪。总之明天我会去幼稚园讨个说法，你要是有意见，可以憋着。婆婆的眼中闪过一丝阴冷，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慈祥的面孔。舒瑶，你最近压力太大了。这样吧，明天我陪你去幼稚园，咱们好好跟老师沟通。不必了，我断然拒绝，我自己能处理。婆婆还想说什么，这时唐宝的哭声从卧室传来，我立刻转身去查看，把婆婆晾在了客厅。唐宝做噩梦了，哭着说明明要推他。我抱着他轻声安慰，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哄睡唐宝后，我发现婆婆已经离开了，只在桌上留下一张字条，舒瑶，为唐宝着想，别把事情闹大，善良的人才有福报。我把字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善良，福报，前世我就是信了这套鬼话，才害死了自己的女儿。第二天一早，我独自带着唐宝来到幼稚园。窦春兰看到我时，表情明显紧张起来。明明家长来了吗？我直截了当地问。台先生正在路上。窦春兰擦了擦额头的汗。温太太，这事我们可以好好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我拿出医院的验伤报告，我要明明当面向唐宝道歉，并且保证不再欺负他，否则我会向教育局投诉，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窦春兰的脸色变得惨白，你这是不是太严重了？明明家不太好惹。哦，我挑眉，怎么个不好惹法？窦春兰支支吾吾不肯说。就在这时，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大步走进办公室，西装革履，满脸不耐烦。怎么回事？他粗声粗气地问。窦老师，我儿子又惹什么麻烦了？窦春兰像看到救星一样迎上去。台先生，这位是温唐宝的妈妈。关于昨天两个孩子之间的小摩擦，台建同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就这点小事也值得叫家长？女人就是小题大做。我把唐宝拉到身前，卷起他的裤腿。台先生，你管这叫小题大做？台建同瞥了一眼，不以为然，小孩子打闹而已。我儿子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推人，也不是故意掐人。我冷笑。台先生，你儿子有暴力倾向，需要管教。台建同的脸色瞬间阴沉，
你算什么东西？也配教我管教儿子？我不算什么东西，只是一个保护女儿的母亲。我直视他的眼睛。今天要么你儿子当众道歉，要么我们教育局限。台建彤突然笑了，那笑容让我毛骨悚然。行啊，道歉是吧？志明，过来。一个胖乎乎的男孩不情不愿地走过来，眼神凶狠地盯着唐宝。跟同学道歉。台建彤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明明撇撇嘴，对不起，那语气毫无诚意，更像是一种挑衅。我刚要说话，台建彤就抢先道，歉也道了，这事就算完了。窦老师，以后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别叫我很忙。说完，他转身就走。明明得意地冲唐宝做了个鬼脸，蹦蹦跳跳地跟了上去。我握紧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这哪是道歉，分明是敷衍了事。温太太，你看，窦春兰小心翼翼地说，明明也道歉了，这事是不是可以？不可以。我斩钉截铁地说，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接送唐宝，如果他再受到任何欺负，我会直接报警。离开幼稚园，我蹲下身看着唐宝的眼睛，宝贝，记住，如果有人欺负你，一定要告诉妈妈，不要听任何人说要善良要忍让，那不是真正的善良，明白吗？唐宝点点头，扑进我怀里，我紧紧抱住他，在心里发誓，这一世，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我的女儿，无论对方是谁。我把教育局的投诉信拍在园长办公桌上时，窦春兰的手明显在发抖。温太太，你这是？她推了推眼镜，试图保持镇定。正式投诉。我直视她的眼睛。关于桂园对霸凌事件的不作为，以及明明对我女儿的持续骚扰。窦春兰的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我们已经让明明道歉了。那个毫无诚意的道歉。我冷笑。昨天放学后，他又试图推唐宝，幸亏我就在旁边。其实我并没有亲眼看到，但唐宝告诉我了，而我相信女儿的话。这不可能。窦春兰的声音越来越小，监控录影可以证明。我指了指天花板角落的摄像头，如果桂园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我会把这件事和验伤报告一起发到家长群里。窦春兰的脸色瞬间惨白。在这个资讯时代，幼稚园最怕的就是负面新闻在家长中传播。我们会处理的。他几乎是喊出来的。明明会被调到另一个班级，并且有老师专门看管。不够。我打断他，我要书面保证，如果明明在靠近唐宝2米以内，他将被立即退学。窦春兰咬了咬嘴唇，台先生不会同意的，那是你们的问题。我站起身，我的条件已经很宽容了。离开园长办公室，我在走廊遇到了台建彤。这个暴发户今天穿了一件花哨的衬衫，金链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是你，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儿子都道歉了，你还想怎样？我停下脚步，直视他的眼睛，台先生，如果你管不好自己的儿子，社会会替你管教。台建彤的脸色瞬间阴沉，你威胁我？不，这是忠告。我平静地说，再有下次，我会直接报警。故意伤害儿童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不管年龄多小。台建彤的拳头握紧了，但最终只是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转身走进了园长办公室。我听到里面传来激烈的争吵声，满意的离开了。温俊晚上回来时，脸色异常难看。你去教育局投诉了？他一进门就质问我。我头也不抬地继续整理唐宝的衣服。窦春兰告诉你的？是妈告诉我的。温俊提高了声音。台先生是他们舞蹈队的赞助商，现在妈在队里很难做人。我停下手中的动作，慢慢站起身，
所以，你妈的面子比你女儿的安全更重要。温俊的表情僵住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我逼问道。唐宝腿上的淤青还没消，明明昨天又试图推他，而你只关心你妈在舞蹈队的面子。温俊的嘴唇颤抖着，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最终，他颓然坐在沙发上，舒瑶，我们能不能别闹得这么僵？我几乎要笑出声。温俊，你搞清楚，不是我闹，是你们母子一直在逼我。从车胎被扎到家门口被扔狗屎，再到唐宝被欺负，哪一件是我挑起的？温俊沉默了很久，最后低声说，我只是希望家庭和睦，和睦不是靠忍让换来的。我冷冷地说，从今天起，我和唐宝睡主卧，你睡客房，想清楚了再来找我谈。温俊震惊地看着我，你要分房？对。我抱起唐宝的衣服走向卧室，在你学会做一个丈夫和父亲之前，我们没什么好谈的。分房的第一晚，温俊半夜敲响了我的房门。舒瑶，我们谈谈。他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带着少见的恳求。我打开门，但莫让他进来，想谈什么？温俊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妈一直说你不孝顺，说你变了。我是变了。我平静地说，变得不再任人宰割。温俊，你40岁了，不是4岁，该学会独立思考了。温俊的喉结滚动了一下，如果我站在你这边，妈他会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冷笑，随他变。温俊，我给你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要么搬出去和你妈住，要么留下来，但必须和她划清界限。温俊的脸色变得惨白，搬出去？这太极端了。不极端。我摇头，你妈的精神控制才极端，你自己选吧。说完，我关上了门。门外，温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沉重而犹豫。我知道他最终会回到他母亲身边，就像前世一样，但这一次，我不会再心软。婆婆消停了几天，但我很清楚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果然，周末早上，她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手里拎着一袋水果，脸上堆满假笑。舒瑶啊，我买了唐宝最爱吃的草莓。她故作热情地说。我挡在门口，莫让她进来，有事直说。婆婆的笑容僵了一下，你这孩子，我是来看孙女的。唐宝不在家。我冷淡地说，去同学家玩了。这当然是谎话。唐宝正在房间里画画，但我不想让她接触婆婆。谁知道这个老妖婆又会给她灌输什么善良忍让的毒鸡汤？婆婆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阴冷，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慈祥的面孔。那，我进去坐坐总可以吧？我侧身让她进门，但全程紧盯着她。婆婆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唐宝的房门前。我看看孩子在画什么。不行，我一把拉住她。你到底想干什么？婆婆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严舒瑶，你别太过分。我是唐宝的奶奶，凭什么不能见他？就凭你教他被欺负要忍让。我冷冷地说，就凭你为了自己的面子，宁愿牺牲孙女的安全。婆婆的嘴唇颤抖着，你血口喷人，需要我播放录音吗？我拿出手机，上次你偷偷跟唐宝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这当然是虚张声势，但我太了解婆婆了，她做贼心虚。果然，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转身就往门口走。好，很好，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拆散这个家。我跟着她走到门口，慢走不送。婆婆在门口停下，转身恶狠狠地说，严舒瑶，你会遭报应的。不孝顺长辈的人，老天都看着呢。我微笑着点头，
那就看看谁的报应先来。婆婆离开后，我立刻检查了家里的监控，果然，她在客厅里偷偷放了一个小佛像，正对着主卧门口。我拿起来一看，底座上刻着我和温俊的名字，还有一串诡异的符号。我冷笑一声，把佛像拍照发给了温俊，看看你妈干的好事。温俊很快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慌乱，舒瑶，这肯定是误会。误会？我打断他，温俊，你妈这是在下咒，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温俊低声说，我会跟妈谈谈。省省吧。我直接挂断了电话。晚上，温俊回来了，脸色异常憔悴，他默默收拾了几件衣服，然后对我说，我去妈那里住几天。我点点头，想清楚了再回来。温俊欲言又止，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了。3天后，是唐宝的幼稚园运动会，我特意请了假去参加。刚走到幼稚园门口，就看到台建彤带着他儿子从一辆崭新的宾士上下来。明明看到唐宝，立刻做了个鬼脸。台建彤则轻蔑地扫了我一眼，故意大声说，儿子，离那些没教养的人远点。我没有理会，牵着唐宝进了幼稚园。运动会上，明明果然又找机会推了唐宝一把，幸好我眼疾手快扶住了他。我立刻找到窦春兰，园长，你看到了吧？窦春兰擦了擦汗，我会处理的。不用了，我冷冷地说，我已经报警了。窦春兰的脸色瞬间惨白，什么？我拿出手机，给他看刚才拍下的画面，证据确凿，明明已经违反了我们的约定，我会让他付出代价。远警很快赶到，在了解情况后，对台建彤进行了严肃警告。那个暴发户的脸色难看得像吃了苍蝇，却不敢在远警面前造次。再有下次，我们会立案处理。警官严厉地说。台建彤只能点头哈腰地答应，拉着儿子灰溜溜地走了。回家的路上，唐宝仰着小脸问我，妈妈，明明以后不会再推我了吗？我蹲下身，平视他的眼睛，如果他敢，妈妈会保护你。记住，被欺负一定要说出来，不要忍让，知道吗？唐宝用力点头，小手紧紧握住我的手指。运动会后的第3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是严舒瑶女士吗？一个男生问道。这里是市立医院，你丈夫温俊出了车祸。我的心猛地一沉，严重吗？左腿骨折，需要手术。对方说，请你尽快来医院一趟。挂断电话，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去医院，不是因为关心温俊，而是想看看婆婆的反应。医院里，温俊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婆婆坐在床边，看到我进来，立刻站起来，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愤怒。都是你！她指着我尖叫道，要不是你赶劲儿出门，她怎么会出车祸？我平静地看着她，温俊是成年人，自己走路不堪车，怪谁？婆婆的脸色变得狰狞，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我儿子娶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霉。我不理会她的叫骂，走到病床前看着温俊，医生怎么说？温俊的眼神闪烁，舒瑶，我左腿胫骨骨折，需要静养2个月。一个医生走进来，看了看病历，你是家属？我点点头，我是他妻子，病人需要人照顾。医生说，尤其是前2周。婆婆立刻插嘴，我会照顾我儿子。我冷笑一声，那正好，你们母子情深。温俊急切地看着我，舒瑶，你能不能？不能。我干脆地拒绝，你选择了你妈，就要承担后果。说完，我转身离开。我知道，我和温俊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只差最后一步了。
温俊住院的第3天，我接到了窦春兰的电话。温太太，明明转学了。她的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我挑了挑眉，哦，魏石魔，昨天他又推了一个孩子，那孩子的家长是律师。窦春兰压低声音，台先生当场发飙，骂园长骂老师，最后直接办了退学手续。我冷笑一声，恶人自有恶人磨。挂断电话，我看着正在画画的唐宝，心里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明明这个隐患算是解决，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个老妖婆了。正想着，门铃响了，透过猫眼，我看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温俊的表妹温雅，一个很少来往的亲戚。嫂子，温雅看到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能谈谈吗？我让她进门，但保持着警惕。温雅是婆婆那边的亲戚，突然造访肯定没好事。表哥的事，我很抱歉。温雅坐下后，低声说。我给她倒了杯水，没有接话。温雅犹豫了一下，突然说，嫂子，其实我是来道歉的。我挑了挑眉，为什么？为了姑妈做的事。温雅的声音更低了。那个佛像，是她让我去庙里求的，说是能让你回心转意。我冷笑一声，所以你是帮凶？温雅急忙摇头，我当时不知道是害人的东西。姑妈只说能促进家庭和睦，直到昨天我看到表哥躺在医院里，才意识到不对劲。她说着，从包里拿出一个当袋，这是姑妈让我销毁的，我觉得你应该看看。我打开当袋，里面是一太医院的诊断书，婆婆的精神科就诊记录，时间跨度长达10年，边缘型人格障碍半偏执倾向，诊断结果一栏赫然写着。我抬头看温雅，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温雅咬着嘴唇，表哥出事那天，我听到姑妈在电话里说撞死算了，我以为她在说气话，但后来想想，车祸时间太巧了，我的血液瞬间凝固。你是说，温俊的车祸和他妈有关？温雅点点头，又摇摇头，我不确定，但姑妈最近行为越来越反常，我怕她会伤害唐宝。我立刻站起身，谢谢你的提醒。还有别的吗？温雅犹豫了一下，姑妈最近经常和一个姓台的男人见面。台建彤。我眯起眼睛，这2个人怎么会搅在一起？送走温雅，我立刻检查了家里的安全措施，尤其是唐宝的房间，然后给幼稚园打了电话，强调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能接走唐宝。晚上，我接到了温俊的电话。舒瑶，他的声音虚弱而犹豫，你能来医院一趟吗？我有话跟你说。我本想拒绝，但想到温雅的话，还是答应了。明天上午。第2天，我把唐宝托付给信得过的邻居，去了医院。温俊的病房里，婆婆不在，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脸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妈呢？我故意问。温俊的眼神闪烁，回去休息了。舒瑶，我有话直说。我站在床边，没有坐下的意思。温俊深吸一口气，我想回家。我冷笑一声，回哪个家？你妈那儿？不，我们的家。温俊的声音几乎是在乞求。舒瑶，我知道错了。妈，她确实有些过分，有些过分。我挑眉。温俊，你妈有精神问题，你知道吗？温俊的脸色变了。你怎么知道？所以你知道？我逼问道。温俊，你妈有边缘型人格障碍，还放任她控制我们的生活。温俊的嘴唇颤抖着。她毕竟是我妈。是啊，她是你妈。我冷笑。所以我和唐宝活该被牺牲。温俊突然抓住我的手。舒瑶，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改，我会和妈保持距离。我抽回手，
太晚了。温俊，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温俊的眼泪流了下来，为了唐宝，我们不能。正是因为唐宝，我才必须离婚。我平静地说，我不会让女儿在一个被精神病人控制的家庭里长大。温俊像被雷劈了一样僵住了。就在这时，病房门被猛地推开，婆婆站在门口，脸色阴沉的可怕。我就知道是你。她指着我尖叫，你又要蛊惑我儿子。我不理会她的叫骂，拿起包准备离开。婆婆却堵在门口，严书瑶，你会有报应的。我停下脚步，转身看着她，你的报应已经来了。我拿出手机，播放了一段录音，是温雅给我的。婆婆在电话里说撞死算了的那段。温俊的脸色瞬间惨白，妈，这是什么？婆婆的表情从愤怒变成惊恐，这是假的，严书瑶伪造的。是不是伪造？警方会鉴定。我冷冷地说，你涉嫌教唆杀人，等着吃官司吧。婆婆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瘫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俊儿，妈没有，妈是爱你的。温俊看着自己的母亲，眼神从震惊逐渐变成痛苦，最后归于一片死寂。书瑶，他低声说，我会配合你离婚，但求你别报警。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爱过的男人，现在只剩下一具被母亲摧毁的空壳，监护权归我。唐宝改姓严，我开出条件，你每月支付抚养费，但探视权需要心理医生评估后决定。温俊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走出医院。阳光刺得我眼睛发疼。我知道，这场持续了2世的战争，终于要结束了。离婚协议签好的那天，婆婆彻底疯了。我正在家里收拾温俊的衣物，准备让快递送去医院，突然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抬头一看，婆婆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眼睛血红。都是你！她嘶吼着冲进来，你毁了我的家！我迅速抓起茶几上的花瓶挡在身前，同时按下手机上的紧急报警键。自从温雅警告我后，我就设置了快捷报警。把刀放下，我厉声喝道，慢慢向后退。唐宝不在家，你伤不到他。这句话像汽油浇在了火苗上。婆婆发出一声不似人类的尖叫，贱人，你把我孙女藏哪了？她挥舞着水果刀向我扑来，我侧身躲开，花瓶砸在她肩膀上。婆婆踉跄了一下，但很快又站稳，刀尖直指我的胸口。你抢走我儿子，现在又要抢走我孙女。她咬牙切齿地说，脸上的皱纹扭曲成可怕的沟壑。我要杀了你！我抓起餐桌上的椅子挡在身前，和她周旋着。婆婆虽然年纪大，但此刻爆发出的疯狂力量令人心惊。椅子腿被她一刀劈断，木屑飞溅。远景马上就到，我试图震慑她，你跑不掉的。婆婆狞笑起来，我70多了，坐牢怕什么？今天非要你的命！就在她再次举刀的瞬间，一道人影从门口冲进来，猛地将她扑倒在地。是温俊，他腿上还打着石膏，却不知怎么从医院跑来了。妈，住手！温俊死死按住疯狂挣扎的婆婆，水果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我迅速捡起刀，退到安全距离。这时警笛声由远及近，婆婆看到远景冲进门的那一刻，突然变了个人似的，瘫在地上嚎啕大哭，救命啊！儿媳要杀我！带队的警官看了看我手中的刀，又看了看地上演戏的婆婆，皱眉问道，谁报的警？我举起手机，我家监控有全程录影，可以证明是她持刀闯入行凶。婆婆的哭声戛然而止，脸色瞬间惨白。妈，温俊痛苦地看着她，别再闹了。闹！婆婆突然又激动起来，
指着温俊破口大骂：“废物！我白养你这么大，帮着外人欺负亲妈。”远景给他戴上手铐时，他还在不停咒骂，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哪还有半点平时慈祥长辈的样子？严女士，需要你一起去警局做笔录。警官对我说。我点点头，看了眼瘫坐在墙角面色灰败的温俊，你也来吧，有些事该做个了断了。警局里，婆婆被诊断为短暂精神失常，但因为持刀闯入和杀人未遂的严重性，还是被刑事拘留了。做完笔录出来，天已经黑了。温俊拄着拐杖跟在我身后，欲言又止。舒瑶，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我对不起你。我停下脚步，转身看他。路灯下，这个曾经让我心动的男人憔悴得像个老人，眼里的光彩早已被母亲的阴影吞噬殆尽。温俊，我平静地说，签完离婚协议后，我希望你和唐宝保持距离，至少在他成年之前。温俊的嘴唇颤抖着，我是他父亲，你配吗？我反问，你明知道你妈有精神问题，还一次次纵容她伤害我和唐宝。如果不是我重生，如果不是我醒悟的早，唐宝可能已经……我说不下去了。前世女儿惨死的画面又浮现在眼前。温俊突然跪了下来，在警局门口的台阶上，引来路人侧目。给我一次机会，他哽咽着说，我会去看心理医生，我会变好的。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波动。太晚了，温俊，有些伤害无法弥补。说完，我转身走向计程车，没有回头看他是否还跪在那里。第二天，我去幼稚园接唐宝时，窦春兰神秘兮兮地拉住我：“温太太，你听说了吗？台建彤被抓了。”我挑了挑眉，为什么？酒后驾车撞了人，还逃逸。窦春兰压低声音：“听说要判好几年呢。明明被他妈带回老家了。”我点点头，心里毫无波澜。恶人自有恶人磨，台家父子已经与我无关了。牵着唐宝的手走出幼稚园，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女儿蹦蹦跳跳地说着今天学的儿歌，突然指着路边一家甜品店：“妈妈，我想吃双麒麟。”我蹲下身，看着她红扑扑的小脸：“好啊，不过要先告诉妈妈，今天有人欺负你吗？”唐宝摇摇头，眼睛亮晶晶的：“没有，老师说我进步很大，还奖励我小红花呢。”我亲了亲她的额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才是我的女儿，活泼开朗，不再畏畏缩缩，不再被善良的枷锁束缚。买完双麒麟，我们路过一家房产中介，橱窗里贴着几套精装公寓的广告。我突然有了主意：“唐宝，想不想换个新家？”我指着其中一套，有儿童游乐区的那种。唐宝舔着双麒麟，好奇地问：“爸爸和奶奶也去吗？”“不，就我们两个。”我轻声说。妈妈和唐宝的新家。唐宝想了想，点点头：“好呀，奶奶老是说妈妈坏话，我不喜欢。”孩子的话像一把刀，精准地戳破了那层虚伪的面纱。我紧紧抱住女儿，在她耳边承诺，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唐宝了。妈妈保证。1年后，我和唐宝坐在新家的阳台上，看着远处的晚霞。新公寓位于市中心的高层，2室1厅，虽然不大，但采光极好。最重要的是，安保严格，婆婆就算出狱也进不来。离婚手续办得很顺利，温俊放弃了所有财产分割，只求能保留探视权。但我坚持唐宝改姓严，并且探视必须在心理医生的监督下进行。温俊每周会来看唐宝1次，在儿童中心的陪伴室里，据心理医生说，他确实在努力改变，
但长期的精神控制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至于婆婆，因为年龄和精神问题，持刀伤人案只判了半年。出狱后，她曾试图来幼稚园堵糖宝，被保安拦下后大闹一场，最后被行政拘留15天。那天我去派出所领人，不是出于同情，而是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隐患。拘留室里，婆婆看起来老了10岁，头发全白了，眼神却依然带着那种熟悉的阴冷。舒瑶，她一看到我就挤出2滴眼泪。妈知道错了，别装了。我平静地说，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如果在接近糖宝500米以内，我会申请禁止令，让你再进监狱。婆婆的表情瞬间扭曲，贱人，糖宝是我孙女，法律上不是了。我冷笑，她已经改姓严，监护权全归我，温俊的探视权也随时可能被取消。婆婆的嘴唇颤抖着，你不得好死，省省吧。我站起身，儿子不理你，孙女不认你，晚年只能在亲戚的施舍下苟活，这才是对你最大的惩罚。说完，我转身离开，身后传来他歇斯底里的咒骂声，但我心里一片平静。妈妈，你看，糖宝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他举着一幅画给我看，这是我画的新家，画上是2个小人手牵手站在阳光下的房子前，色彩明亮，线条欢快，与1年前他画的那些灰暗压抑的画截然不同，真漂亮。我亲了亲他的脸蛋，明天我们就把它挂在客厅里，好不好？糖宝用力点头，然后靠在我怀里。妈妈，明天幼稚园有亲子活动，爸爸说他来不了。我抚摸着他的头发，妈妈陪你去，好吗？糖宝扬起小脸，妈妈比爸爸好。我笑着捏了捏他的鼻子，爸爸也很爱你，只是他还没学会怎么当个好爸爸。糖宝似懂非懂的点点头，又跑去玩他的积木了。我看着他专注的侧脸，心里充满了感恩。重生一次，我终于明白，善良不是无底线的忍让，而是有原则的包容；宽容不是无条件的退让，而是有底线的谅解。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温俊发来的短信：舒瑶，医生说我可以尝试单独限糖宝了，你觉得？我回复：再等3个月，看你表现。放下手机，我走到糖宝身边坐下，和他一起搭积木。夕阳的余晖透过落地窗洒在我们身上，温暖而明亮。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仿佛在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